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Lisa 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安排一节创意思维课。什么是创意思维课呢？就是告诉大家创意的方法和把大家想象力发挥出来的方法。创意也需要方法吗？对的，创意也是需要方法。我今天的课程主要目的是帮大家打开思路，打破一个固化思维吧。然后今天要用到的就是马克笔，马克笔就是用不了几支哈，就用马克笔和一张纸就行了，一张普通的纸，什么纸都 OK 的。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绘画吧。我们今天这一节课的主要目的呢，是帮大家打开思路，并不是单纯的教大家树的画法哈。所以说，只是通过树的画法来帮助大家打开思路，在平时的绘画中可以用到更多的更丰富的绘画方式。那么首先我们再想一下啊，树干。树干我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画法，那么最简单的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细长的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不需要特别规矩，细长的三角形，或者是一个椭圆形也可以吧，或者呢是一个长方形，甚至是一个长方形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画法呢？一个大大的 M， 这个也很常见，对不对？这个也可以用。还有什么呢？它可能上面有两个 V， 那么底下你就画树干，这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树干画法。我把画面呢稍微拉得近一点，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。好，那么还有什么画法呢？这些画法是不是可以分别再去做延伸和变化呢？比如第一种画法，我给它加上这样的树杈，是不是这种树干？单树干就变出来了很多种画法。那么这个树干呢，它也可以让它的分支更多一些，大概呢就是这样。或者它这个树干可以再弯一些。那么以这些树干为基础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树冠你在画的时候有哪些思路可以去运用哈。首先呢，我们是乱画。可能有的人会问了，难道乱画也可以？对，乱画也可以。这下面所有的演示我都用到最简单的这种树干，当然你可以随意的，实际在应用当中，你可以替换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式。乱画，那我就先画一排树干，看看我们能乱画出来什么样的树。然后我们拿一支绿色的马克笔，就用细头直接开始画。这个工具是不限制的哈，我这里用的是马克笔来演示。大家实际绘画当中，你可以用彩铅，甚至呢你用颜料也可以去这么画，蜡笔也 OK 的。乱画，第一种我最常用的乱画就是这样画圈圈，这个谁都会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画圈圈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不是第一种乱画方式？但是你在画这个乱画这个圈圈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，它这个乱画是形散神不散。什么叫形散神不散呢？你看着我是乱画的，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趋近于圆形的乱画。那么你也可以长方形呀、扁一点，或者是更乱一点，也是 OK 的，可以去做细微的变化。我这里不再给大家演示细微的变化，也不要太去考虑过多的这个，比如说树干没有被挡住这个问题啊，无所谓的。
画画的时候就不要想的太多，那么你才能画出来更多的变化。还有一种这种画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可能更像松树。那么你要是画一个椭圆形的，从上到下都是收起来的，中间胖一点的，那就是不同的树种。还能怎么画呢？这是不是都是乱画？但是记住，乱画的情况还是我刚才要提到的，形散神不散。你看着我是乱画的，其实我心中是有大概的规划的。这是乱画的一些树，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发明创造一些啊，自己再去发明创造一些。我相信不仅仅局限于这3种树，你可以随意的去画。那么除了乱画呢，还有什么方法呢？就是我们通过形状来画树。通过形状，具体怎么做呢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还是画这个树干。画几个呢？我画6个吧，因为形状比较多，我画的多一点，可以给大家讲的更清楚一点。好，6个树干画完了，画完了。那么我们第一种首先能想到的是什么？圆形，对不对？圆形的话有好几种用法啊。第一种用法，你整个把它画成圆形。第二种用法呢，你可以这样大大小小的，完全的是用一个圆点来画这棵树，不要只用一种颜色，给它穿插进去，给它穿插进去一种颜色或2种颜色，让它呢变化更明显。这个颜色不是很明显，就换一个差别更大的。这个部分呢，也是在画点的时候，你要考虑到你这个地方它是应该有一个中心的布局在里面。好，这样就算一棵树画完了，对不对？很漂亮。那么你可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，圆点画的颜色更丰富一点，然后更大一点，更密集一点，或者树干做一些变化，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我们再试试还有什么样的形状呢？大家能想到的，圆形，下来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三角形一个也可以用，那么我把它摞起来是不是也可以？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松树的画法呢？三角形摞起来，然后呢，圆形、椭圆形，我能想到怎么用，我就直接最简单一个椭圆形把它圈起来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形状的树？然后再接着走，再接着走，还有什么形状呢？发挥一下想象力，我就让它是一个大大的云朵形状的树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最常用了，我们画的最多，是的，它就是用形状来画的树，我们管它叫一个云朵的形状。那么云朵可不可以用小云朵呢？甚至我用1半的云朵，那你就试一下看。这儿放一朵，这儿放一朵，是不是这是1半的？底下是平的这种云朵。颜色呢，也可以去做变化哈。大概呢，我就把这云朵画完了。
画完了以后，它是不是飘在这儿的？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拿出你刚才画树干的笔，给它加一些树干进去。严格的来讲，这是树枝，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感觉的树？那么再接下来，任何形状你都可以去想象哈。我们用半圆能不能画呢？刚才用了一半的这个云朵的形状，我们试试半圆吧。好，半圆呢，我们像三角一样把它摞起来。不用非常规矩哈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树？大概形状的演示就到这里，可以用心形，甚至更多奇怪的形状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。那么已经画出来这么多种的树了，我们还可以再画，用什么画呢？用线条来画。线条来画，同样呢，我给大家画一排，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今天的主要目的呢，是帮助大家打开思路，是教大家思维的一种方式。同样的方法，除了树、花朵，甚至人物、动物，你都可以进去套哈，套在你的画面里面。我这边也画6个。这个树干可长可短啊，我这边画的都是长树干。那么线条，我想到了一个曲线条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画？对不对？你现在能想到什么样奇怪的画法？可能会跟我不一样，可能会比我的更精彩，把它画出来好吗？我可以这样绕一圈，也可以进去接着绕，对不对？再绕一圈，让它饱满为止。还可以怎么绕圈圈呢？哎，有人会说了，这不是指纹树吗？对，你可以叫它是指纹树，在我的世界里有这种树就 OK。那么还有什么树呢？可以像柳条一样那样的，是不是？就一条一条弯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树干可能要跟着做一些变化，它才更像柳树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树呢？我们就画这种大叶子，给它组成一棵树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反正是线条嘛，各种各样的线条，圆的线条、方的线条，你都可以去尝试。只要把它在你的画面上给补充完整，画的完整，画的漂亮。那么还有折线。哎，我教大家画圣诞树或松树的时候，会经常用到这种线。你可以画一条深色的线，再配一条浅色的线，会更丰富。可以试一下啊，会更丰富。自己想办法去让简单的画面更丰富。那么再是最后一种短线条。那么我这里组成的是一层一层的这个三角形，你在实际应用当中也可以去试试别的形状，或者是2种颜色交替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形状的树？那么就树而言，当然它不仅仅做我现在画面里面的这些变化，
它能做出来，继续做变化，能做很多种变化。而且除了我常用的乱画、形状、线条这几种变化方式呢，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玩的变化方式。但是我常见的有这些，所以我给大家分享到这些，我常用的有这些。那么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，都可以用出来，把它大胆的放在你的画面里，好吗？不要让常规思维呢，常规思维限制了我们的思想，限制了我们的画面。因为最常规的画法，可能我之前都有给大家提到，就是一个这个树，就是画一个 Y， 然后画一个这种云朵形状。树不止这一种啊，还可以有这么多种变化。希望今天的课程呢，对你打开思路、打开想象力有帮助。那么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